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本轮行情，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见证了4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其中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悟空阳线在3月4日这周出现，然后随即比特币冲高到73,777美金开始调整。那么73,777美金是一个神奇数字，我在前面几周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这个数字啊，73、84分别是孔孟的一个过世的年纪。那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开始调整，目前的调整时间级别，我们初步判断是从4小时级别扩散到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和下方插了十字星的沙僧阴线。那么随着最近几个交易日的波动，我们看到沙僧阴线被多头剿灭了，我们 K 线系统回到了八戒阴线的势力范围，下跌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仍然有下跌概率，再次沙僧阴线复活，最终走出唐僧阴线啊，这个概率是有的。但从昨天到今天啊，盘面分析当中，我们看到小线级别上事实上是出现了一定的突破。那这里的突破呢，是小时线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多头信号。但这个位置呢，仍然存在一定的筹码压力。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筹码压力是从3月16日行情在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容易发生突破。第一点是小时线级别我们看到的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一个压力线。那第二点呢，我们先把这个压力线去掉啊。那第二点呢，当前67000美金附近容易出现回踩的第二个原因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目前处于144日均线。这个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附近，同时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也可以看到连续形成了3次的等位置波峰。我们知道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是，如果一旦出现4次的等位置波峰之后，容易发生突破。那么现在第3次的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继续向上走的话，我们看到是有机会重新回踩在4小时级别上的200日均线的。如果一旦回踩200日均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将复活刚刚我们提到的沙僧阴线组。一旦出现沙僧阴线组，对于比特币来说，本轮行情调整的唐僧阴线依然有机会出现。也就是说，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已经经历了从22年12月份一路上涨以来的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其中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欧走到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做调整，就走出了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悟空阳线。所以呢，目前的调整是针对第3轮次快速上涨做出的调整。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完成之后，容易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目前在小时线级别做出的突破，可以看是反弹，但还不构成反转。那美股呢，一直是影响比特币的关键性因素非常重要的关键性因素。我们看到前2天美股出现冲高的过程当中，比特币发生了重要的反弹，但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上周五比特币事实上是做出了同步回调的。那么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一开盘以后继续调整，同样也会影响比特币的走势。因此呢，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3点，第一点呢是小时线级别上，比特币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筹码密集区，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出现了第3次的等位置波峰，这个位置不容易出现突破。第3点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在144日均线上这个位置是容易出现压力位的，容易出现调整的。所以呢，目前比特币继续调整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再往上走的概率还是相对低的。那么如果一旦比特币完成本轮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我认为在周线的大的时间级别上走出比特币在未来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也就是说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呢，目前正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这个调整并不会因为当前的反弹结束，调整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耐心等待下方完成它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之后，也就是说做完这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油调整之后，最终呢它可能会形成和23年12月份到2月份类似的一个横盘结构之后呢，才容易继续上行。也就是说，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正在酝酿当中，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毕竟属于一个牛市很多币种出现了一个新高，冲出新高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昨天 CFX 表现也非常好冲出了一个本年度的一个历史新高这是一个非常紧跟比特币的一个币种。也是香港板块一个重要的公链我们看到已经冲出了一个从23年3月到现在的一个新高。同时呢，在 AI 困的热搜榜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CFX 和 OP 这两个公链是遥遥领先，排在了热搜榜的前2名。排在前面的还有 ONDO、BOME BOME 是老演员了最近一段时间在底部作为某某币种反弹的力度也不错。同时呢，ETHFI 这个刚刚上线 Binance 的币种，我们看到最近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它在 Binance 平台的对 USDT 的一个现货的表现。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图形把它画出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调到小时线级别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连接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看到越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它选择了做出突破性动作。我们用椭圆形我们找到椭圆工具把它画出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但是呢，我们知道焦点位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容易出现吸引力作用由于焦点的黑洞效应，焦点的吸引力作用把价格打压下来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就是3.9美金这个位置，在小时线级别上下方将会出现黄金坑。如果一旦 ETHFI 打到水平线3.9美金下方，那么它下一步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3.4美金。那3.4美金到3.9美金就是一个黄金坑的区域。所以呢，目前它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落到我们的黄金坑的这个区域上就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一个位置。在上线 Binance 的很多币种当中通常都有不断上行的机会，但是找到买点并不容易。所以呢，如果ETHFI 回落到我们的黄金坑的这个位置之后，是可以参考是可以进场一个仓位的。那对会员群的朋友，在昨天也就是俄罗斯歌剧院被恐怖袭击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提到了一个PROM 因为根据前年的调研，我们知道 PROM 它是一个俄罗斯的币种。俄罗斯有重大事件发生，它的币种必然受到很多的关照因为俄罗斯出的山寨币不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币种在高位有了一个上冲的动作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形成的这个箱体结构反复震荡这个震荡结构非常容易酝酿多头行情。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一个结构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上攻回落这个位置事实上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应该在4小时级别上去看这里面就不画了。但是呢，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个箱体结构和当前的这个箱体结构，也可以看到在箱体结构过程当中，上方出现了几乎是4次的等位置波峰，这里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 PROM 应该给予重点关注。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非常好用，一旦出现多头在一定区域上形成高位的4次的等位置波峰，就容易出现一个新高，并且当前是牛市，这个新高在冲出来之后，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也就是说会出现不断的拉伸所以呢，昨天提示会员群进了 PROM， 并且有一定获利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